任天堂的股价又跌了。这次老任直面会大家还满意吗？有很多玩家称之为近几年的最强直面会，可是第二天任天堂股价却下跌了 7.5%。为什么玩家这边过年，资本市场却给任天堂泼了一盆冷水？其实这并不是任天堂第一次大动作之后的股价下跌。让我们把时间拨回2017年1月，任天堂正式公开 Switch 发售细节，公布了发售日、价格以及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One to Switch 等首发阵容。今天回头看，这当然是任天堂最成功主机之一的起点。可当时发布会结束后，任天堂股价却一度下跌约 5.8%。明明新主机来了，还有塞尔达作为首发阵容，投资者们还在担心什么呢？首先是299元的售价，部分投资者认为定价过高，短期内可能抑制销量增长。路透社当时报道里也有提到，如果价格在25000日元左右，市场可能会更容易接受。其次是首发阵容，虽然有旷野之息护航，但它最早是为 Wii U 开发的双平台作品，并不是 Switch 独占。对投资者来说，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旷野之息当然能吸引一批核心玩家，但能不能充分刺激更多人为了这台新主机买单，还需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市场更想看到的是首发阶段能有超级马里奥、宝可梦这些大众知名度更高，能够快速推动销量的超级 IP。最后是 Wii U 失败带来的阴影，前一代主机表现平平，所以投资者心里也没有底。Switch 到底是任天堂重新起飞的开始，还是又一次冒险尝试？综合来看，这次股价下跌反映的不是产品失败，而是资本市场对价格、游戏阵容和增长预期的不确定性。类似的情况到了 Switch 2身上又出现了一次。2025年1月，任天堂终于正式公开了 Switch 2。按理说，等了这么久的新一代主机亮相，对玩家来说当然是重磅消息，但市场的反应并不热烈。任天堂股价之后又跌了大约 4%， 因为那次公开更像是一支先导预告，它告诉大家 Switch 2真的来了，而且会在2025年内发售。但他没有说价格是多少，具体什么时候卖，首发阵容够不够强。对投资者来说，价格决定利润空间，发售日决定收入什么时候进账，首发阵容决定首发销量和装机量。关键数字没出来之前，投资者无法准确评估 Switch 2的财务贡献和利润预期。此外，在正式公开前， Switch 2的消息已经在媒体和市场上流传很久，市场对它已经有很高的预期，股价也处在相对高位。当发布会真正确认信息时，部分投资者选择在高位获利，这也是股价当时下跌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这次下跌不仅仅是因为公布的信息不够具体，更包含了市场对已经泄露的消息的短期兑现行为。结合 Switch 1和 Switch 2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这次任天堂直面会之后股价下跌的原因。首先，这场直面会向玩家确认了期待已久的新作和重磅 IP， 但压轴的石之笛除了宣布年内发售以外，具体的发售日和实际玩法演示等信息却没有公布。Switch 2刚进入第2年，任天堂却因为成本压力宣布涨价，这让投资者更关心后续游戏阵容能不能抵消涨价对需求的影响，尤其黑色星期五前后是否有新的超级大作。石之笛固然是玩家心中的神作，但在投资者眼里，其市场号召力未必等同于一部全新的 3D 马里奥。另外，市场对这次直面会的潜在表现已经提前计价。这次公布石之笛的消息早就有所流传，股价在直面会前处于近1个月的相对高位。一部分投资者选择在消息落地后立刻兑现利润，所以这次股价下跌并不是市场否定石之笛，也不是说直面会内容不好，而是资本市场认为这份阵容还不足以让他们上调对 Switch 2后续销量的预期。再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在2016年出了一款现象级的手游 Pokémon Go， 全世界的玩家不是在抓宝可梦，就是在抓宝可梦的路上。资本市场也跟疯了一样，任天堂股价一路被炒高，短时间内涨幅非常夸张。但很快，部分投资者冷静下来一算账，等等，好像有哪里不对。这款游戏实际上是由 Niantic 开发和发行，宝可梦公司参与授权和运营协作，也就是说，玩家们在游戏氪金的道具不会全部计入任天堂的营收。
后来任天堂也公开说明 Pokémon Go 对公司业绩影响有限，随后股价单日一度下跌约18%，市值蒸发约7080亿日元，直接触及了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跌停板限制，也是任天堂自1990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之一。所以大家以后骂宝可梦也别一直拎着老任骂，因为宝可梦公司背后的结构比许多玩家单纯认为的任天堂的宝可梦要复杂得多，这个我们以后可以单独拎出来再说。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答案不是任天堂没有牌了，也不是资本市场完全不懂游戏。任天堂每次的大动作对资本市场来说更像是一场期中考试，不是交了卷就能拿高分，而是要看你有没有答到那几道大题。即使老任是世界上最会制造快乐的公司之一，但资本市场每次都会在旁边冷静地问一句：这份快乐现在到底值多少钱？我是电石子，希望你喜欢我的视频，我们下期再见。